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新加坡航展上，美国一家军工企业的老总居然在中航工业的展台前掏出了一把普通卷尺，对着歼 35A 的模型一顿猛量，那架势比菜市场买菜挑萝卜还认真。然后你猜怎么着？事后这位老总居然放出豪言，并不认为中国的歼35战机名副其实。好，那今天小编就来好好打打这位大佬的脸。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这位搞出滑稽操作的是美国安杜里尔工业公司的创始人帕尔默拉奇。2月6日，他在新加坡航展现场专门跑到中航工业的展台前，目标明确，就是展台 C 位的歼 35A 模型。据悉，这次中航展出的是歼 35A 的1:2大比例模型，虽说只是模型，但作为我国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 35A 一亮相就成为了航展的热门展品。可别人看模型都是看设计、看布局、聊性能，这位美国老总倒好，不走寻常路，从兜里掏出一把卷尺，蹲在模型旁边，小心翼翼地测量歼 35A 模型的机翼长度、机身宽度，还特意把测量的照片拍下来，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配文更是底气十足，直言并不认为中国的歼35战机名副其实，暗指歼 35A 的性能达不到中国宣传的水平，纯属名不副实。看完这波操作，小编真的想问一句，帕尔默拉奇先生，您这是来航展交流学习，还是来闹笑话的？首先咱得说清楚，歼 35A 的尺寸数据早就已经公开了，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帕尔默拉奇作为军工企业创始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那他为啥还要多此一举，拿一把普通卷尺去测量一个1:2的模型？答案其实很简单，就2个字：蹭流量、刷存在感。毕竟这次新加坡航展上，歼 35A 的热度实在太高了。作为中国首款对外展出的中型隐身战机，它不仅颜值能打，性能更是硬核，早已成为国际军贸市场上的香饽饽，甚至直接撼动了美国 F-35的垄断地位。帕尔默拉奇心里跟明镜似的，只要碰瓷歼 35A， 就能轻松获得关注度，哪怕是负面热度，也能让他的安杜里尔公司被更多人知道。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的操作不仅没抹黑到歼 35A， 反而被全网嘲讽，连军事专家都出来打脸。军事专家张雪峰2月6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直接点破了他的小心思，说他的言行堪称行为艺术，而且严重缺乏敬业精神。张学峰还调侃道，在中国就连木工都知道，想要精准测量得用游标卡尺，拿一把普通卷尺去量战机模型，纯属白费功夫，根本量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更别说判断战机的性能了。更有意思的是，国外网友也没惯着他，直接拿2022年1月美国海军 F-35C 战机在卡尔文森号航母降落时坠海的事故开涮，调侃歼35首先就不具备美国 F-35C 的潜水能力，言外之意，自家的 F-35都频频出故障，还好意思去抹黑别人的歼 35A， 简直是自不量力。其实帕尔默拉奇的抹黑根本站不住脚。首先，他拿卷尺测量模型的行为本身就毫无意义。要知道，航展上展出的缩比例模型或多或少都会有失真，要么是因为制作时无法获取绝对精准的数据，要么是为了保密需求故意做了细微调整。哪怕他测量的再认真，按照1:2的比例换算，也根本得不到歼 35A 的真实尺寸，更无法以此判断战机的性能。说难听点，就是外行装内行，纯属闹笑话。其次，帕尔默拉奇根本没有评价歼 35A 的资格。张学峰就明确表示，安杜里尔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任何研制有人战斗机的经验，只设计过一款名为 YFQ-44A 的低成本协同作战飞机无人机。在战斗机设计领域，说白了就是个小学生，一个连战斗机都造不出来的人，还好意思去评价中国的隐身战斗机，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最后，歼 35A 的性能从来都不是靠宣传，而是靠实力说话。歼 35A 研制单位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庆曾公开表示，歼 35A 是我国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面作战，能够夺取并保持制空权，打击敌方3、4代战斗机、地面和海上防空力量，拦截各类空中目标。
对了，帕尔默拉奇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抹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安杜里尔公司早就被中国拉黑了。他破罐子破摔，想通过抹黑歼 35A 发泄不满，同时蹭一波流量。可他忘了，歼 35A 如今已经成为美国 F-35的最强对手，打破了 F-35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且中国对外出口的不仅仅是歼 35A， 还有全套的空战体系，包括红旗9防空导弹、空警500预警机以及 GY-27A 反隐身雷达等，形成了一整套反隐身战斗体系。相比之下，美国只卖 F-35，不配套出售预警机等装备，差距一目了然。聊完了帕尔默拉奇的滑稽操作，我们就来聊聊他创办的安杜里尔工业公司。很多军迷朋友可能对这家公司不太熟悉，毕竟它不是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那样的老牌军工巨头，顶多算是美国的一家军工独角兽，靠着硅谷的风投和互联网思维快速崛起，和另一家公司帕兰蒂尔并称硅谷军工双雄。听着挺厉害，可实际上这家公司的产品只能用一言难尽来形容。安杜里尔公司成立于2017年，创始人就是帕尔默拉奇。他的崛起模式和传统军工企业完全不同，走的是互联网企业的路子，靠风投加多轮融资快速扩张。公司刚成立不久，就获得了比尔·盖茨和彼得·蒂尔共同掌握的创达基金的天使轮投资。之后又陆续完成了 A 轮、B 轮融资，靠着签署大量合同和意向合同，快速提升公司估值。说白了就是讲故事大于做产品，靠资本运作撑起场面。从企业规模来看，安杜里尔也根本算不上什么巨头。截至2024年9月，公司员工数才3500人，而同期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的员工总数都多达数万人，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而且公司结构高度扁平化，看似灵活，实则反映出它在军工研发领域的底蕴不足。毕竟军工研发需要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完善的研发体系，不是靠扁平化管理就能快速补齐的。我们再来聊聊安杜里尔的产品。客观来说，安杜里尔的部分产品确实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它的 Lattice 数据中台，这是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和数据融合建立起来的目标自动识别、自动分类系统，陆海空天四维通用，能够整合各类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实现战斗系统的高效管理，缩短杀伤链。这套系统的设计思路确实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还有它推出的 DAL 系列水下无人航行器，包括小型的 DAL LD 和大型的 DAL XL， 具备模块化任务能力，可根据不同需求选装不同载荷，在水下航行器领域也算是有一定的竞争力。但除此之外，安杜里尔的其他产品几乎全是槽点，完美体现了初创军工企业讲故事大于做产品，为了迭代而迭代的短板。比如他早期推出的 Sentry Tower， 说白了就是一个固定式的光电探测轨杆，自带主发电的太阳能电池板，配备了光电探测器、红外成像设备和阵地监视雷达，主要用于配合特朗普政府的边境墙计划，监视边境地区的非法移民。内部的人工智能算法能自动识别越境目标，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设备，居然成了安杜里尔早期的王牌产品，甚至国内还有初创企业照搬这套设计，可见其技术含量有多低。更离谱的是它的单兵巡飞弹系统 Altis 600，这款巡飞弹理论上和美军军规的弹簧刀300、600巡飞弹属于同一个级别。安杜里尔曾经向乌克兰海军陆战队提供过一批，本想借此打响名气，结果却弄巧成拙。从乌军的使用情况来看，这款巡飞弹的可靠性极差，大量巡飞弹飞出去之后，要么找不到目标，要么直接失联，根本无法正常使用。乌军使用了大约半年，就不得不将其撤装。安杜里尔为了维持公司估值，保住投资人的信心，居然把 RTS 600在乌克兰战场的失败刻意掩盖了很久，直到后来才被披露出来。这种自欺欺人的操作简直让人不齿。安杜里尔最近1年来最大的手笔，就是2025年10月31日在南加州首飞的 YFQ-44狂怒式中程僚机。这款无人机堪称是讲故事大于做产品的典型代表。它号称是基于美国空军中程僚机计划研发，能够和第5代、第6代战斗机协同作战。可实际上，这款无人机就是一架没有座舱的缩小版 F-16，几乎复刻了 F-16的启动设计，只是缩小了尺寸，去掉了座舱，设计理念极其保守。
最致命的是，它的隐身性能几乎为零，常规布局、高耸的垂尾、无遮蔽的进气道，这些设计都会成为强烈的雷达反射源，只要雷达开机，就能轻松发现它的踪迹，和我国93大阅兵上展出的中程僚机根本不在一个层次。所以小编觉得，安杜里尔公司和帕尔默拉奇就是一对卧龙凤雏，一个连战斗机都造不出来，产品漏洞百出，靠资本运作和讲故事生存；一个靠滑稽的碰瓷操作蹭J35A 的流量，靠抹黑别人刷存在感，却从来不想着好好提升自己的产品实力。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